为何说半导体市场即将变天？美国领头羊地位不稳，中国芯片业为何已经曙光，或将弯道超车？最近这段时间，全球芯片全部告急，以至于半导体行业在制造上出现了间断性的萎靡期，这是连美国也不例外的事，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了解的。近日，路透社更是曝光了美国国会议员写给美国商务部的建议文件，其中就表示要将14纳米以下所有的中国芯片公司实施出口管制，这对半导体行业的影响绝对是巨大的。不过最近事情似乎有了转机，中国半导体行业或许即将会实现弯道超车，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地位不稳了。目前所有关注芯片技术的人都在等着中国芯片技术突破，或者光刻机制造技术突破，毕竟这两点都是芯片领域中必备的技术。不过你以为中国在经历了被美国卡脖子之后，还只单单在这些领域去追赶吗？那就太小看中国了。中国从来都是全面发展，不仅要在光刻机制造技术、芯片制造技术上突破，同样还要在更先进的领域中突破，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弯道超车，再也不被卡脖子。所以近日第15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引起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其年会论坛上有多位院士分享内容中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，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彭烈毛在年会上表示，随着芯片制造工艺逼近2纳米，硅基芯片的潜力基本上已经被挖尽，未来行业进一步发展需求将会变成稀型材料，而碳基技术将有望替代硅基技术。彭烈毛认为，碳纳米将会在未来成为芯片的基本需求，而在中国加速推进碳达峰、碳中和的背景下，中国碳基技术已然达到了一个层次，直接进入了全球发展前列。也就是说，我国半导体行业实现弯道超车技术已经出现了曙光。一旦这种材料正式进入应用阶段，那么曾经的芯片技术就很可能需要重新制定，到时候中国在半导体行业就不再受人制约了。而同时，我国也没有放弃在现有的领域中去追赶最先进的技术，比如上次清华推出的最新光刻机光源试验项目，虽然没有进入正式应用，但是起码已经让中国在光刻机上有了技术精进的土壤。最近清华大学更是直接成立了集成电路学院，俗称芯片学院，这就是中国芯的未来。此前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表示，中国半导体行业仍然落后台积电5年以上，但是且看日后，中国必将弯道超车，不管是在现有芯片领域，还是在未来芯片领域，半导体市场都要变天了。美国又是老套路炒作中国卫星，担心自己卫星遭中国吞噬，军事高官参与讨论，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近日，据凤凰网援引日经亚洲信息网报道，美国一高官向美国国会表示，美国军方应该为中国的太空发射而感到担忧。中国目前拥有的一款配备机械臂的卫星，如果这种卫星靠近敌方的卫星时，就可以吞噬这颗卫星的信号，导致这颗卫星的所有作用失效。这位高官认为，中国目前想要制造具有攻击性的卫星，来保证中国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。他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发言中提到，美国应该引起对中国实现17号卫星的注意，因为这就是一颗配备有机械臂的卫星。据报道，中国曾对这颗卫星做出了解释，并说明该卫星提供通信和广播等服务，并没有存在任何危险性或攻击性的风险。但是西方的一些组织却表示，已经注意到了这颗卫星的一些不寻常行为。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·迪金森说，中国还拥有多个这样的卫星，可以利用机械臂来干扰敌方卫星的正常运行，用不同级别的激光系统让这些卫星失去信号或者损坏。迪金森表示，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很严峻，中国还在不断的发展能广泛干扰网络能力通信的卫星，这很有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活动的遏制点。中国具备击落美国卫星的能力，这对美国来说具有巨大的杀伤力。如果数字通信中断，再有大量的武器立即瘫痪，美国在军事中的优势也随之消失。其实这也是美国的老套路，因为迪金森在国会中还宣称，在全球卫星领域，其实不只是中国对我们有威胁，还有俄罗斯、伊朗和朝鲜也在增强他们的电子干扰能力。俄罗斯目前拥有200颗卫星，是中国卫星的1半之多。据大概估计，到2030年，这些卫星数量就可能超过目前的1倍。这显然就是美国在各项领域所用的老套路威胁论了。美国只允许自己在各项领域超出世界各国，如果有其他国家紧逼的时候，就会称遭到了威胁，对美国或者对世界的发展有了干扰。美国眼中只有他们自己，似乎从美梦中无法醒来，认为当前的时代还是被他们所掌握的时代，科技在不断的创新和进步。希望美国不要再无端的惹是生非，共同去为世界科技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德国外交部长为德国国防长打圆场，直呼与中国脱钩是严重错误的做法，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，离不开中国。近日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虚拟会议时表态，他认为德国应该与中国保持紧密牢靠的合作关系，包括欧盟需要和中国去接触，不能同中国持有孤立的状态，这不利于德国的发展，对欧盟也没有任何利益。尽管目前产生和存在着很多分歧，但是必须去解决它们，并改善和中国之间的国际友好关系。马斯讲到，在欧盟，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伙伴和竞争对手来看待，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和中国建立一个牢靠并且持续稳定的沟通状态。如果有想和中国脱钩的想法，那必然是严重错误的想法。但是德国防部长卡伦堡尔认为，中国有可能给德国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带来一定的困难和阻碍。尽管说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，能为德国带来收益，但是中国正在为弱者制造一种秩序。如果我们成为弱者，在今后的发展中，我们必须屈服于中国的这种秩序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展自己，不能成为弱者被中国所垄断。增长一定的军费用来保证自身的安全，但这并不是为了帮助美国。据报道，在采访中，记者为德国抵御中国的想法感到费解，因为中德两国之间的距离相隔甚远，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。当记者问起时，卡伦堡尔回答道：“中国目前完全有能力和雄心，建立起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，配备有强大而且先进的武器系统，然后制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秩序，迫使世界上的弱国来遵从秩序。但是我们并不会成为这个弱者。”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极其迅速，如果德国不去抵御这种状态，在将来必定会迫使其来遵从这一状态。显然，德国外交部长马斯看出了破绽，在最近虚拟会议上为卡伦堡尔打了圆场，因为马斯认为中国将在今后的发展中，德国离不开中国的市场，贸易上是军事科技也不例外，所以他坚决表态，不仅是德国，还有欧盟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，这样才能将德国的发展利益最大化。中国一直都是秉承和平共处、互利共赢的外交原则，中方尊重每一个国家，不会去侵略或者压迫，所以德国也并不用担心所谓的塑造世界秩序。希望德国能够看清国际形势，不像美国一样虚张声势，猜测中国的想法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。伊朗最新公布的视频有多硬核，近距离俯拍美航母，甲板细节一览无遗。越南人大胆假设，如果伊朗此时进攻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在强大的美国霸权面前，很少会有国家选择直接跟美国硬刚，但是在中东，伊朗却是一个十分例外的存在。日前，美国在伊核协议上表示愿意做出让步，放松对伊朗经济关键要素的制裁，从而减少双方在伊核协议上的分歧。但是这一让步直接被伊朗否决，其希望伊核协议得到严格执行，表示一个字儿不能少，一个字儿也不能多。单单从这样的回应中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伊朗在面对美国时丝毫不示弱的气势。有人形象地将伊朗形容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。而至于两国为什么如此针锋相对，根本原因就是两国精神内核的对抗，一个妄想称霸全球，一个却想奋力打破美国的霸权限制，因此对抗冲突也就不可避免。对于伊朗而言，其不仅在态度上十分强硬，而且连实际行动也十分硬核。尽管出手对抗美国的次数不多，但是一出手便是刀刀切中美国的要害。日前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公布了一段令世界哗然的视频。视频内容显示的是美国航空母舰上方的一段俯拍画面。据悉，这是由一个4架侦察无人机组成的中队所拍摄的。从拍摄画面来看，无人机距离美国航母的距离十分近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部署在美国这艘航母上的 F-18系列战斗机、直升机和其他的一些美国军事装备。伊朗方面对于这次拍摄美国航母的行为也做出了相应的说明，称这是对美国最近对伊朗所采取的行动的回应。而随后透露的重点则更加令人震惊。伊朗方面表示，在无人机拍摄过程中，美国航母全程都没有察觉，毫无反应。建立在这一情况之下，越南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：如果此时伊朗按下发射火箭的机关，那么美国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。这并不是毫无可能的。我们知道，在战争中最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，在对手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动攻击，才能给予敌人致命一击。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，此时如果发动袭击，已经满足了这一先决条件。当然，美国航母并非那么容易击沉的。
伊朗方面也是拿出了利器，这款导弹是哈里级法尔斯导弹，它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，还可以携带650千克的弹头。除了巨大的打击威力外，这款导弹还十分难以拦截，因为它的攻击速度十分快。试想一下，威力如此之大的导弹从美国航母正上方狠狠地砸下来，即使不能完全击沉，也能够对美国航母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。可见越南人的假设并非是空想，而是有着很大实现的可能性的。不过按下开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毕竟这必然会招致一场全面战争，这样的结果对于谁都没有好处。